修这个电源，这个电源的芯片型号是 TOP245。我们看这端是220伏输入，供膜抗干扰电容，插膜抗干扰电容，供膜抗干扰电感，插膜抗干扰电容，然后是 NTC 热敏电阻、整流桥、300伏滤波电容、TOP245 开关变压器、光耦431 DRC 电路，这是一个冷地和热地的一个电容。7805这两个是3极管，这端是输出滤波电容，这个位置还有一个3极管。那么电路呢还是有点复杂。现在的故障呢是插上电，后端有输出，但是偏低。7805输入端没有电压。那么现在目前怀疑呢是这个光耦的问题，因为我们这个 TOP245 用户已经换过了，换过以后后端有输出比较低，所以是稳压部分的问题。现在初步怀疑是这个光耦，因为431不受控，主要原因是后级输出的电压偏低，输出的电压低有可能是光耦次级有漏电。好，下面我们先量一下，然后换一个光耦。这个光耦的型号是 4N35， 我们给它换个817试一试。我们首先测量一下它的电压，300伏滤波电容两端，289伏正常的。那么我们测量输出端，输出端可以低一点，这个是一个输出滤波电容，是负电压的 3.3 伏，实际上有时候能够达到15伏这个电压。然后这个电压是 2.2 伏，这个是主回路，也就是431通过这个电阻和这个电阻，一个是加控制极，一个是加光耦的一角。然后这个位置是5伏输入端的，也就是7805输入端，电压都偏低。那么现在怀疑呢是光耦的问题，我们把这个光耦给它换下来，换一个817试一试。我把这个光耦卸下来了，它的1、2角内部是一个发光二极管，一角是正极，我们量一下。我们看跟普通光耦是一样的，是正常的，3角是空角。那么它的5、6角呢是内部感光管的极电极和发射极，我们看也是无穷大的，是正常的。如果用2个表测量，这边还是有反应的，我刚才测量了一下。那么它的这个引角呢是内部感光管的基极，那么实际上在电路里边它没有用。那么我们测量一下它的，你看与我们普通的3极管有点像，这个位置已经连上了。与我们普通的3极管有点像，那么说明这个光耦没有坏。也验证了，我把这个817上了啊，这样上就是可以的，因为它本身它这个3极管这个基极的引角就没有用，所以说这么上也是可以的。测试了一下，输出还是低。然后我把 TOP245 一角的电容，因为我们知道它一角呢是稳压角，这个电容给它换了一下，把这个电容换一下，我们看看现在输出是否正常了。好，插电，同样是不行的，电压还是偏低，这个负电压有15伏，但是这个正电压为0伏，没有电压，那么说明不是这个电容的问题。由于我怀疑它是过流，所以呢这里边就怀疑到了 DRC 电路。我们看这个 DRC 这个位置， DRC 二极管还并联了一个电容，我们发现这个位置短路了。好，下面我们先把这个外边这个电容卸下来，我们再测量一下一个二极管的压降，无穷大，证明它不短路了。那么我们看看这电容吧，已经击穿了，我们把它打开看看它的参数。
用剪子绞开了。103K 1000伏的，竟然击穿了，真的想不到啊！我给它换一个223的22纳法的600伏的，刚才是10纳法的，我们看一下，思来想去不太稳妥，所以我用2个600伏22纳法的串联，正好是11纳法，耐压值也变成了1200伏。这回我们插电试一下。好，我们插电测量一下。现在这个正电压输出是跳变的，还是不稳。这个负电压，哎呦，偏高了。它的耐压值只有25伏，那么很显然不正常。刚才没换光偶的时候，也就是我把光偶换掉的时候是不跳变的。我怀疑是这个光偶的问题，那么我们把这个光偶再换回去吧。我们再测量一下，好，插电。这个是正电压输出 16.3 16.4， 非常的稳定。这边这个是负电压输出 19.4， 因为它是25伏耐压值，也是正常的。这端是7805输入端 10.2 伏，7805输出5伏，非常的标准，证明我们修好了。看来这个光偶也坏了，这个光偶的型号是 4N35， 我换的是817，还换了一个这个 DRC 电容，这回这个电源就完全修好了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